第41章，各方。皇后区霍尔伯爵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垫着白色的餐巾，看着用餐女仆为自己切割培根，摆放双面全熟煎蛋，在松软面包上涂抹果酱，为烤蘑菇添加酱汁。真正的贵族家庭里，女仆分成很多种类，除了贴身侍女，还有不同卧室的女仆、书房女仆、起居室女仆、客房女仆、服装女仆、鞋子女仆、珠宝女仆、用餐女仆、浆洗女仆、厨房女仆，务求严格对应，一式一铺。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人力，但对贵族而言，体面就是一切。不到债务众多，不会降低类似方面的要求。奥黛丽喝了口色泽褐红的茶水，让那淡淡的麦芽香和玫瑰香在口腔里回荡。这时，她听见她的父亲，王国上院议员、大银行家霍尔伯爵对着手里的报纸嘟囔道：“极光会真是疯狂啊！极光会。”奥黛丽眨了下眼睛，好奇问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哦，宝贝，你不会想知道的。他们竟然刺杀了英蒂斯的大使贝克朗，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霍尔伯爵边翻报纸边摇头。奥黛丽的大哥，伯爵的长子希伯特·霍尔吞咽下口中的烤蘑菇，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或许他们想破坏王国和英蒂斯的关系，让战争从殖民地蔓延到北大陆。这位贵族子弟有着英俊的脸庞和灿烂的金发，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有种古典雕塑般的美感。不，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会留下那么多显而易见的证据。而且王国最近有太多的新政策将进入实施阶段，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环境。我们不会贸然开启战争的。昨晚发生的事情，今早就见报，并且有详细的经过和具体的凶手，足以说明国王陛下和大臣们的想法。霍尔伯爵指点着自己的孩子。奥黛丽怔怔听着父亲和哥哥讨论这个问题，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贝克朗被刺杀了。A 先生成功了，他果然是极光会的。他故意暴露是极光会做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由他完成，并非欺骗尾款。这太快太有效率了吧，我昨天下午才支付了第一笔款项，今早就听见了结果，一个好的结果。奥黛丽惊愕之余是难以遏制的欣喜，而欣喜之余是本能的畏惧。愚者先生那位卷者委托的任务这么轻松这么简单就完成，绝对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但 A 先生和他背后极光会展现出来的实力和行动力，让奥黛丽下意识感觉害怕。还好，我昨天已经和格莱特林沟通好，达成了借款协议。作为一个子爵，他应该已经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筹集成功了。这2天就把尾款给 A 先生，通过休和福尔斯。我绝对不能自己出面，这1-2个月内也不能再去参加 A 先生的聚会了。还好，我还有别的圈子。奥黛丽矜持地咬了口涂着果酱的松软面包。等到早餐接近尾声，有奶油、樱桃和草莓的小蛋糕送到了他的餐盘里，而平静下来的他忽然有些自得。倒吊人先生还想参与这个任务，但他可能现在才完成了初步的委托，事情已经结束了，谁叫他在海上呢？奥黛丽心情愉快，眉眼晕笑地品尝起了甜点。希尔斯顿区，休和福尔斯看着面前的报纸，许久没有额外的动作。这是 A 先生做的吧？休又震惊又疑惑地望向好友。福尔斯转了下腕部镶嵌着石头的手链，同样茫然地摇头。也许我知道极光会，但我不知道 A 先生是不是极光会的成员。应该是，毕竟我们昨天才给了他2000镑，应该没别的人想刺杀那个贝克朗大使了吧？休不太确定地说道。福尔斯默然几秒，忽然哀叹道：不管是不是 A 先生做的，我们都得将剩下的8000镑给他。目前没谁能证明不是他做的，如果我们还想混这个圈子，就不能赖账。反正不是我们掏钱，而且我们还有500镑的酬劳。说着说着，休一下高兴了起来。问题是，我总觉得再去找 A 先生会很危险。福尔斯沉吟道。交付尾款的时候，我自己去，这样对我们都好。可是，休本能就有点不放心，你跟着会影响我逃跑的。福尔斯晃了下腕部的手链，用嫌弃的口吻说道。好吧，休抓了抓自己毛糙的金色短发，无奈回答道。就在2人为这件事情忐忑的时候， A 先生的新消息从隐秘的联络渠道里传递给了他们，他让他们不用去找他，将剩余的尾款分别存入不同银行的几个不记名账户里就行了。呼，休和福尔斯同时松了口气。而在一个宽敞到仿佛神殿的地下室内， A 先生身穿带兜帽的黑色长袍，跪坐于幽暗里，虔诚地低语着什么。
他的面前有一尊接近3米的雕像，那是一个双腿被链条绑着，连接往上的倒吊之人。这倒吊者有着巨人独特的竖直单眼，双臂横伸，摆成了十字。这时，有黑袍罩体的男子进来，谦卑禀告道 ：“A 先生，我已经将消息传递过去了。”很好 ，A 先生没有侧头的说道。那位黑袍罩体的男子疑惑着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让我们调查是谁委托的这个任务？” A 先生埋着脑袋，语气淡漠的开口道：“不需要，你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要让大陆混乱，我们要尽量吸引别人的目光，以此迎接主的回归。”哈哈哈，嗨嗨嗨 ！A 先生忽然笑了起来，接着剧烈咳嗽，咳得整个人都匍匐到了地面。嗨嗨，他咳出了一团团血色的碎片，而这些碎片落地之后还在蠕动，仿佛活物。黑袍罩体的男子当即低下头颅，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过了许久 ，A 先生终于平静了下来，他匍匐着行进，嘴巴贴着地面，将刚才咳出来的血色碎片又全部舔食了回去。希尔斯顿区新年路126号，一身轻松的克莱恩这次没去跟踪多拉古盖尔，选择了他的情妇艾丽卡泰勒为目标。反正偷情是需要2个人的。那位漂亮的金发女郎画着精致的妆容，早早就乘坐出租马车抵达了克拉格俱乐部。克莱恩提着装有便携式照相机和各种伪装物的皮箱，跟随入内。还有休息的房间吗？胸口带着俱乐部白双徽章的他询问起今天负责接待的秀气侍女。身穿黑白裙的侍女礼貌笑道：“有的，您跟着这位侍者上楼就行了。”克莱恩轻轻颔首，在红马甲侍者的引领下，沿着阶梯一步步来到2楼，正好看见艾丽卡泰勒进入一间靠着街道的休息室。“你想看街上的行人，还是后面的网球场？”红马甲侍者殷勤的问了一句。临街吧，克莱恩故作随意的回答道。在红马甲侍者的安排下，他和艾丽卡泰勒的房间隔了2个屋子，同样能看见俱乐部大门外的街道。等下该怎么拍照呢？找机会潜入，藏到房间里面，还是翻窗爬外面的管道？这2个办法都无法掩饰那夸张的闪光，但后者可以伪装成外来的偷拍者，不让人怀疑我，驱逐我。不过这都容易被多拉古和艾丽卡察觉啊。用符咒使他们沉眠？不行，这会让照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必须是过程中的画面，只有1张的机会，必须拍得足够好。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啊，我可不是艺术大师。换做老尼尔，肯定会试图构造新的仪式魔法，专门用来遮掩相机闪光的仪式魔法。当然，女神未必会响应他。克莱恩推敲接下来行动的过程中，看见房间内一面银镜上浮现出了保镖小姐，她依旧穿着那身黑色哥特式宫廷长裙，头戴同色小巧软帽，头发淡金，脸庞苍白，容貌精致。你有办法掩饰照相机的闪光吗？克莱恩随口问了一句。他话音未落，就看见银镜表面荡起涟漪，一只略显透明的手掌忽然伸出。保镖小姐女鬼般从银镜内钻了出来，走到克莱恩面前，微微点头道：“可以。”他俯下身体，靠了过去，就那样一点一点融入了相机的镜头里。克莱恩嘴巴微张的看着这惊悚的画面，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拿起便携式照相机，在自己的休息室内试了一张，效果出乎他预料的好，闪光局限于了镜头附近，成像的效果也相当不错。也许他现在该叫灵异相机。克莱恩腹诽一句，拿着相机来到窗边，耐心等待。没过多久，他看见多拉古盖尔乘坐马车抵达。另外一边的艾丽卡泰勒也看到了情夫，忙离开休息室去1楼迎接他。克莱恩抓住机会，用塔罗牌弄开了对方的房间，小心翼翼地躲到了放额外床单和被子的橱柜里。周围的黑暗让他想起了昨晚，想起了那位诡异又可怕的密友大师罗萨哥。昨晚危险重重，今天却跑来捉奸，人生真是奇妙啊！克莱恩吐槽自己的同时，听见了开门的声音。第42章，拍照专家。蜷缩于橱柜内，克莱恩悄然开启了灵视，只见2团气场颜色有所干涉的进来。艾丽卡，我给你带了礼物。一道沉厚的嗓音在房门关闭后响起，果然是鲁恩王国的绅士，即使偷情也显得有点古板，换作英蒂斯的男人肯定已经甜心。宝贝，我的天使之类的乱喊了。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当然他这都是基于报纸、杂志和小说上相关内容的刻板印象。
艾丽卡·泰勒雨含惊喜地问道。让我猜一猜，是法斯曼的眼霜、面霜，还是精华，或者莱奇妮的？这都什么啊？克莱恩听得有点懵。很显然，多拉古盖尔也没能瞬间反应过来，7、8秒后才道：不是，是丝袜在这个世界，由于还没有发现石油，没有相应的廉价化工产品，丝袜是真丝织成的高档物品。还不错，我看看艾丽卡的喜悦并没有减少什么。我昨天去飞利浦百货商店买的，一双30苏勒，一共5双。多拉古略显炫耀的说道。真贵，好贵。艾丽卡和克莱恩一个出声，一个暗叹，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班森工作了那么多年，周薪也才1磅10苏勒，也就是30苏勒，仅仅相当于一双丝袜。而他就靠着这样的薪水，让弟弟和妹妹得到教育，吃的还算饱，有睡觉的地方。有点技术的普通工人，周薪不过20苏勒上下。克莱恩一阵啧舌。不贵，丝袜就值这个价钱，我还额外给了5苏勒的小费。多拉古说话的同时，本身气场的颜色鲜明了几分。克莱恩据此揣测他已经脱掉了外套。那我试一试。艾丽卡·泰勒嗓音柔媚的说道，又有种看小物片的感觉，还是现场直播的，而且保镖小姐也在这里。克莱恩嘴角微抽，看着红色在红色上游走，看着双方的情绪光芒很快变得炽如烈火。紫色靠近了红色，一直往上，红色包裹住了绿色，包裹住了橘红色。克莱恩一边听着喘息声和低笑声，一边从气场颜色的位置变化判断外面两人的动作与体位。觉得差不多后，克莱恩无声推开橱柜的门，望向了睡床方向。多拉古和艾丽卡已经纠缠在了一起，衣裙半解，动作激烈。克莱恩抬起灵异相机，瞄准那对热情似火的男女，等待着能同时看见双方脸孔的场景。当多拉古和艾丽卡相拥着倒向睡床时，克莱恩终于捕捉到了最适合的画面，按下了拍照的键位。咔嚓的声音并不明显，强烈的闪光和其他异象被局限在了很小的范围内，没有惊动那对男女。由于对自身的拍照技术没有信心，克莱恩又补了好几张，打算事后有挑选的余地。他只准备给雇主一张照片，因为太多的照片会让律师质疑对方为什么没能发现有人拍照。内衣轻飘飘落地，喘息的声音陡然加剧。克莱恩抱住便携性相机，熟稔的翻滚出橱柜，并顺手关上了那里的门。他连续翻滚，一直到了休息室的房门旁边，然后悄然拉开，回到走廊内。搞定！克莱恩松了口气，礼貌的无声的合拢了大门，接着以手按胸，对着睡床方向欠了欠身体。不再耽搁，他回到了自身的休息室。尾款那7磅很快就能拿到，而且额外还赚了张价值50多磅的克拉格俱乐部会员证明，包吃包住包玩。不，这比50磅贵多了，没人介绍，没有人脉，拿着100磅都加入不了这个俱乐部。这个任务真不错啊，又简单又安全，赚的又多。克莱恩放下便携性相机，由衷的在心里感慨了2句。就在这时，相机的镜头里忽然伸出了一只手，穿黑色宫廷长裙的保镖小姐慢慢钻了出来，重新漂浮于半空，脸色依旧那么苍白。想到带着对方看了点小物片，克莱恩有些不好意思的转移话题道：我打算去自助餐厅吃点东西，你要一起吗？每位会员可以带1名客人。至于怎么解释客人突然出现的问题，克莱恩的计划是先出去转一圈再回来。保镖小姐语气没什么起伏地回答道：我可以2周不吃东西。说话的同时，她转过了身体，背对着克莱恩，飘向镜子，瞬间消失。她到底是什么序列？克莱恩颇感好奇的想着，并将便携性相机放回了皮箱内。做完这一切，他去了趟盥洗室，解决掉了个人问题。洗过手，擦了擦脸，克莱恩望向镜子，审视起自己目前的模样。嘴上和汗下因为今早没有剃须，多了点青黑色的胡茬，头发呈3/7比例的向两侧分开，脸上架着副金边眼镜，斯文，书卷气里有着几分成熟，和以前有了一定区别，但仔细观察还是能辨认出来。等胡须长到一定程度，就不用太担心了，以后晋升至序列6无面人，就更不用害怕什么了。克莱恩掏金色怀表，按开看了一眼，走出盥洗室，提上皮箱，来到1楼的自助餐厅。此时刚过9点，还属于早餐的范畴。克莱恩拿了个双面半熟煎蛋，一个白面包，一块黄油，一个迪西馅饼，
一份培根，以及一杯沉浮着柠檬片的侯爵红茶。寻找座位的时候，他忽地看见位熟人，那就是推荐他加入俱乐部的外科医生艾伦·克瑞斯。这位个子高瘦的先生独自坐在角落，已经用完早餐，正边翻报纸边喝咖啡。上午好，克瑞斯医生。克莱恩走了过去，向性情有些冷淡的艾伦打了声招呼。这位外科医生推了推鼻子上架着的镜框道：“叫我艾伦就可以了。莫里亚蒂侦探，根据对等原则，你得叫我夏洛克。”克莱恩顺势坐了下来。今天有什么新闻吗？我出来的太匆忙，还没看报纸。英蒂斯大使被刺杀，一个叫做极光会的恐怖组织宣称负责。现在的世界越来越乱了，迟早会有一场波及南北大陆的全面战争。艾伦有感而发道：“先生，战争从未停止，只是我们能享受到和平。”克莱恩吃掉煎蛋，笑着回应道：“真是遗憾啊，这种重要的案子不可能邀请我们这些私家侦探帮忙。”艾伦翻动着报纸道：“这条新闻和我们关系不大，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今天或者明天，上下医院经过长久的争执，终于要通过一些事情了。一是政府雇员统一考试法案，以及相应的章程和实施计划；二是成立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三是设立单独的检验检察官，后两者都是应对污染的。神啊，他们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医院的病人里，罹患肺部疾病的数量一直在攀升，总算要通过了吗？不知道班森准备的怎么样了，会不会被我的死亡影响到？”克莱恩的笑容忽然灿烂道：“这是好事，对玛丽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她想让自己或者她的丈夫多拉古成为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一员。她的希望更大，她没有担任商业公司的职位，并且是女神的信徒，而不管任何机构总是需要平衡的。”艾伦提起了克莱恩的雇主：“我建议他最近常来俱乐部，我们这里有好几位下院议员在鲁恩王国。下院议员的构成以有钱的富豪和某些贵族的代理人为主，但同时也有不少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牧师、教师、科学家、会计师。克拉格俱乐部正是以中产阶层的各种专业者为目标对象，不区分党派。”克莱恩对类似方面不是太了解，随口应和了几句，转而聊道：“艾伦，今天是周五，你不需要回医院吗？”“不，我请假了，最近真是糟透了。”艾伦突地皱眉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克莱恩喝了口红茶道：“因为贝克朗刚被刺杀，罗萨哥的尸体被扔进远方的下水道，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克莱恩顾忌着余波和本身伪装的未完善，最近不打算接什么太困难的、容易暴露自身的任务，所以他对潜在的、简单的、报酬丰厚的事情很感兴趣。艾伦放下报纸，叹了口气：“我最近太不走运了，连续几台手术出现失误，还好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否则我可能已经被吊销执照。”虽然在当前时代，外科医生做手术死人不是大新闻，属于常见的事情，但如果因为本身的失误造成严重的事故，处罚还是相当严厉的。好吧，我帮不上什么忙。其实我懂一个转运仪式，只不过它的效果是把你送到灰雾之上。克莱恩低下头，啃起面包。用过早餐，他告别艾伦，先是去取了500磅现金，给了保镖小姐300磅，接着回到家中，一边等待照片的洗出，一边希望有什么简单的委托上门，可惜暂时没遇上。到了傍晚时分，克莱恩准备再一次出门，目标勇敢者酒吧。趁着有保镖小姐在，他希望接触更多的非凡者圈子。第43章，再见药师。临出门前，克莱恩随手抛了次硬币，询问今天是否不利于去勇敢者酒吧。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环顾一圈，对着空气低声说道：“今天有人监控我吗？”沉默了几秒，保镖小姐虚幻飘忽的声音突然从他背后传来。没有。克莱恩下意识回头望去，还是未能发现保镖小姐的身影。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至答案上，忍不住在心里嘿了一声：军情9处这是根本没把我放入嫌疑名单啊！确认罗萨哥未曾找过我之后，就完全将我抛到了一边。我是该感觉荣幸，还是认为受到了侮辱呢？也是，一个忙着找猫捉奸的侦探，怎么都无法和刺杀一国大使、干掉序列5强者等事情关联起来。而且军情9处或多或少也监控了我一阵，我的慌乱，我的无助，我努力挣扎的自救，都被他们看在了眼里。明显对大使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思绪纷呈间，克莱恩戴好半高丝绸礼帽，提上黑色镶银手杖，
走出了明斯克街15号，花费2苏勒，乘坐出租马车抵达了位于贝克兰德桥区域铁门街的勇敢者酒吧。他熟忍入内，穿过围在拳击台旁边呼喊加油的酒客们，来到吧台前，敲了下桌子。一杯南维尔啤酒，酒保抬头看了他一眼，咕哝道：“卡斯帕斯在3号纸牌室。”克莱恩露出微笑，摆出5个一便士的铜币，推给了对方。接着，他端上墓碑，喝着泡沫洁白细腻的南维尔啤酒，绕过最拥挤、最热闹也最多汗臭的2个竞技台，敲响了3号纸牌室的门。卡斯帕斯正在和一帮人玩无限注的德州，面前的钞票叠得老高，黄澄澄的硬币堆得人眼花。注意到克莱恩的目光，这位脸上有巨大伤疤的黑市武器商人抽动红彤彤的大鼻子，随口说道：“我不喜欢用筹码，那让我觉得不真实，还是钞票的质感和硬币的重量让人沉醉，和干女人一样爽。”嘟囔完这句话，卡斯帕斯微微皱起眉头。“你又来做什么？”克莱恩没直接回答，努嘴示意到外面说。“该死，我这一把要清空他们的。狗屎，我不跟。”卡斯帕斯将面前的2张纸牌扔到了中间，接着一瘸一拐的来到门口，对克莱恩道：“你最好有足够的理由。”出了纸牌室，来到角落，克莱恩压低嗓音道：“我想知道最近的聚会在什么时候，和上次那种一样的。”卡斯帕斯狐疑的审视起他：“马里奇不是和你谈好了吗？不是请保镖的事情，是我对那种，呵呵，你知道的，有了很大兴趣。”克莱恩说的全是真话。卡斯帕斯犹豫了下，说道：“今晚就有一个聚会，组织者还是上次那位，但你需要等待半个小时以上，我先过去通知他们。你上次展现了信誉，我想问题不大。”“没问题，我会支付你酬劳的。”克莱恩摸了下衣兜里的钞票，这次只需要1磅。卡斯帕斯一副我很慷慨的样子，很值得。克莱恩两边嘴角同时上翘道。支付过报酬后，他找了个位置坐下，边喝麦香浓郁的南维尔啤酒，边欣赏着拳击台上的较量。“我能同时把他们2个都干趴下。”克莱恩迅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过了10几分钟，卡斯帕斯回到酒吧，环顾一圈，压低嗓音道：“那边答应了，我们半个小时之后过去，风暴在上，希望你没有忘记那张面具。”对此，克莱恩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他放慢了喝酒的速度，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用半个小时才喝完500毫升的大杯南维尔啤酒。依旧是上次的道路，依旧是那栋没有灯光照出的房屋。克莱恩戴好只遮掩上半张脸的铁面具，看着卡斯帕斯很有节奏的敲响大门。和上次不一样，敲门声一直在变化啊。克莱恩仔细听了一阵，看见门上的小木板打开，有眼睛望了出来。没什么区别的流程后，他披上戴兜帽的长袍，将整个脸庞藏到了阴影里。还是那间起居室，还是一根摇曳不定、光芒昏暗的蜡烛。克莱恩随意找了个位置，安静坐下，但和之前不同，他这次不再压抑，不再紧绷，反倒悠闲地环视了一圈。吹到脖子后的阴冷之风让他确定保镖小姐也跟着进来了，没被谁察觉。这里聚会的成员果然没有序列5的强者，甚至可能连序列6的都没有。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想到。旁听了一阵，他看到那位脸庞圆润的药师改变了坐姿，似乎想要发言。果然，露出半张胖乎乎脸蛋的药师快速举了下手道：“黑蛇好像死在了下水道里，那些野兽还在肆虐，黑蛇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克莱恩颇感愕然。黑蛇就是那位卖给他倾听者遗物，让他成功制作出污秽之语的男子，疑似极光会的成员。他实力不会低，竟然死在了简单的清理下水道野兽任务里。克莱恩疑惑皱眉，突地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发现泽瑞尔的尸体时，听到下水道深处有咚咚咚的动静。等他领着伊恩过去，泽瑞尔的尸体已经被奇怪的野兽啃掉了部分，那是在东区铁探街的底部，或被克兰德桥区域隔得相当远。不知道有没有关联，克莱恩完全没有去验证这件事情的冲动。黑蛇死了的消息在昏暗的起居室内迅速发酵，引来不少人窃窃私语，渲染出了几分感同身受的恐惧。那位药师拍了下手掌道：“所以我该怎么做？”低语的声音陡然消失，房间内沉默的仿佛凝固。因为药师上次不怕得罪人的劝诫，克莱恩想了想，主动开口道：“如果我是你，我想我会放弃剩下的草药，再也不去那里。为什么？它们很快就会成熟了。那些野兽躲在下水道深处，
一般不会出来。药师有点犹豫的反问道。克莱恩故意嘶哑着嗓音道，黑蛇背后应该有个组织，他的死亡必然会引来调查。我想你应该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吧？拥有倾听者遗物不表示黑蛇就一定是极光会的成员，但他称呼真实造物主为伟大存在，侧面证实了这点。而且这种事情宁愿相信是，也不能抱侥幸的心态。药师微微点头，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克莱恩又补了几句，如果是我还会匿名将这件事情通报给警察。什么？不少聚会成员惊愕出声。克莱恩语气不变的解释道，既然下水道的野兽能让黑蛇死亡，那就说明它们具备很高的危险性，而大家都居住在贝克兰德，如果真因此造成什么大的灾难，很难保证不波及自身，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引起警察注意，让官方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冒险就可以享受好的结果，不是很棒吗？他话音刚落，智慧之眼老先生就鼓掌道，非常棒的想法，我们害怕官方的非凡者，但同样也能利用他们。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自己处理，这是因为我是官方非凡者出身，思路和你们这种纯野生的肯定不一样。克莱恩含笑腹诽了一句。发言之后，他回归旁观的态度，听着别人兜售或求购物品、材料，看着一桩桩交易或成功或失败，里面没他感兴趣的东西。他暂时没把自己需要的非凡材料品种挂出来，打算再观察这个圈子几次。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智慧之眼老先生开始安排人离开，3分钟一位。克莱恩上次最先出去，不知道后续的事情，如今才注意到这里至少有5个出口。智慧之眼的侍者会带不同的人走不同的通道，尽量岔开，延长时间。大半个小时后，起居室内剩下了3位聚会成员，除了智慧之眼老先生，另外2人分别是克莱恩和疑似药师的男子。智慧之眼望了下克莱恩，嗓音苍老的笑道，看来你运气不错，他认出我是上次购买黑蛇那件不祥物品的人。克莱恩笑笑道，是的，我赌赢了。听到2人的对答，药师一下瞪大眼睛，审视起克莱恩，好半天才道，难道你另外还有幸运类的神奇物品？我之前已经把你当成死人了，你说话可真直接啊。克莱恩委婉的做出了回答，或许我本身就足够幸运，其实他也很想有件类似的物品。智慧之眼叹息道，小伙子，不要总是赌运气，尤其在这种事情上。即使你之前赢了很多次，可只要输掉1回，也不会有翻盘的机会。我知道，所以我才来参加这次聚会，看能不能买到有用的物品。呵，我和你们算是同类了。克莱恩状似随口的说了一句。同类？药师夸张的叹息道，我当初就应该听我老师的话。老师？他本身疑似药师，药师途径分别被大地母神教会和生命学派掌握着。生命学派的传承方式是师徒制。克莱恩心中一动，好奇问道，为什么这么说？药师感叹了一声道，我老师让我选择那条能让人变得足够幸运的道路，但我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调配药剂的，结果我整整2年都还没找齐下个序列的魔药主材料。你的幸运让我极度让人变得足够幸运，这很像怪物那条序列途径。真是生命学派的人啊。克莱恩笑笑道，你选择的理由是什么？药师忽的挺直腰背道，这是男人的选择，知道可以调配出提升那方面能力的药剂后，我就没有犹豫的选择了这条路。第44章2081，神一般的理由。听到药师的回答，身为小丑的克莱恩都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变化。幸运的是，他脸上还有一张铁质的面具。药师没注意克莱恩和智慧之眼老先生的反应，自顾自的发散开来。所以我很喜欢贝克兰德，这里有众多的战间女郎，她们出没于音乐厅、戏剧场外面，等待于大街小巷内。她们有的是职业的，有的是兼职的，原本是女工女仆，有着不同的风味。据说在西区的某些地方，偶尔还会出现破产的贵族小姐，真是让人向往啊。克莱恩推了推遮住上半张脸的铁面具，赶紧转移了话题，你老师对你的选择有意见吗？药师微摇脑袋道，没有，他只是在教完草药领域的知识后，一脚把我踢出了门，让我游历大陆，体验人生。该死的，他都没告诉我后续的魔药材料去哪里找。说到这里，药师望向克莱恩，补了一句，如果你知道哪里有精灵之泉的水质结晶，请务必告诉我，我会支付你报酬的。当然，你也可以先买下，再加价卖给我。你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说不定能帮助我完成愿望。好的，克莱恩随口答应了下来，若有所思的询问，到时候我能用它交换药师的魔药配方吗？在他看来，药师是非常有用的辅助职业，可以拿来培养帮手。不算太胖，只是颇为圆润的药师飞快摆头道：不行，我只能教导我的学生，这是生命学派的规矩，说不定还以某位隐秘存在为见证，立下了誓言。克莱恩并不意外的想到。就在这时，那药师嘿了一声，但我可以告诉你去哪里能弄到药师的配方，就在贝克兰德。非常好，克莱恩对此颇感惊喜。发现智慧之眼老先生又要开口送客，他忙又问道：药师先生，你有治疗精神狂乱等问题的药剂吗？克莱恩这是表演给保镖小姐看的，让她更加笃定他受到真实造物主少许影响，变成了潜在的疯子，正努力寻求治疗。有镇静剂10苏勒1支，下次聚会我给你带4支来，相信我，这绝对比医院里那种有用很多。我添加了一些灵性材料。药师毫不犹豫的回答。真贵啊！停根的地下交易市场里，源于医院的镇静剂是1到2苏勒1支，从职业者小队、代罚者小队、机械之星小队流出来的品种则是4到5苏勒1支。念头闪烁间，克莱恩演戏演全套的望向智慧之眼道：尊敬的先生，我能参加下次的聚会吗？可以，你这2次的表现证明了你的善意。小伙子，流行每天的贝克兰德早报。当第5版出现了恩斯特商行收购货物的广告，就表明第2天的晚上8点在这里有聚会。敲门的轻重和间隔根据报价来，第1个数字是重的次数，第2个是轻的，第3个是间隔长的，第4个是间隔短的，之后的没有意义。智慧之眼老先生颔首道。描述完信息，他叹了口气道：不属于官方且没有组织的非凡者，过得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一方面必须隐藏秘密，躲避官方，随时得保持谨慎和小心的状态；另一方面则要对抗失控，对抗疯狂。我们有太多的同类死在这2件事情上，即使顺利避开了官方的注意，躲过了失控和疯狂，我们也随时会陷入缺乏材料，找不到想要物品，获得不了足够知识的困境。我组织这样的聚会，就是为了让大家互相帮忙。可惜的是，现在属于神秘匮乏的时代，许多非凡材料已很少再出现。是啊，但我有知道某些原始岛屿坐标的倒吊人先生，有时刻对抗着黑暗深处各种怪物的白银城太阳同学，部分非凡材料可以依靠他们。克莱恩礼貌地半起身，对着智慧之眼老先生行了一礼。您的品格让人敬佩。重新坐下之后，克莱恩忽然想起一事，斟酌着问道：2位先生，你们有神奇的物品吗？就像黑蛇卖给我的那种一样，但不要有太严重太负面的问题。我想有点自我保护的能力。他打算的是先找到感兴趣的事物，并弄清楚价格，再据此确定目标。虽然我现在没钱，但不表示将来没有。没钱就不能问价格吗？克莱恩默默地在心里补了一句。要是摊了下手，示意自己没有或者有也不会卖。智慧之眼老先生则呵呵笑道：我倒是有一些，不知道你希望买到什么样的，给我一个大致的范围。有一些，他多半就是依靠外物的通识者途径非凡者。克莱恩眉眼是艳羡情绪的说道：要比我自己强的，不是提升格斗水准的，最好有神奇的能力。他没说的太详细，以维持本身出入者的形象。智慧之眼笑道：我有一件物品非常适合你的要求，他曾经的代号是2到81分2081。克莱恩疑惑反问道。他的疑惑只是表面的伪装，内心更多是惊愕。这是从女神教会，从查尼斯门后流出来的封印物。克莱恩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熟悉的数字类代号。智慧之眼随口解释了几句，很多神奇物品都有较为明显的隐患，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7位正统神灵的教会都在搜集并封印它们，将它们称为封印物，并用数字代号做区分。经过漫长的争执和交流，7神教会形成了统一的命名法，以0分、1分、2分、3分来标示不同的危险等级，其中0分级最危险，据说是一些可以毁灭国家甚至世界的可怕物品。7位正统神灵的教会在0分级和1分级封印物上会互相通报，告诉对方自身拥有哪些，所以0分级和1分级的代号是不会重复的，2分级和3分级则各自排序。不同教会可能有同一个代号。克莱恩早就在职业者内部知晓大概的情况，但对其中一个问题却非常不解：互相通报自身0分级和1分级封印物的代号，这不是泄露家底吗？
会让其他教会知道自身有几张底牌的。当然，这也能看作一种战略威慑，避免七神教会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克莱恩思考着可能的理由。是的，虽然我无法理解这么做的理由，但它确实发生了。据说是第4季末第5季初，7大教会达成的协议。智慧之眼老先生语速不快不慢地说道：“我的2到81分出自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它能让你了解很多，懂得很多，即使敌人的非凡能力，你也可以迅速辨识出具体情况，明白擅长和缺陷，并有几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模仿。对手越强，失败的可能越高。当然，就算成功，肯定也与原版有很大差距。听起来很强啊！知识等于力量的实证，发展到最后，是不是会出现全知等于全能的情况？我收回之前的判断，智慧之眼老先生未必是鉴定师，他对物品的辨识或许依靠的是封印物2081。克莱恩暗自啧舌，颇感兴趣地问道：“那么，我该付出什么来买到它？它有什么缺陷？”它会让你的脑袋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一旦超过限定的时间，你就会变成白痴。智慧之眼很简单地回答道，描述的内容不够详细。这时，旁边的药师嘟囔了一句：“也许你的脑袋已经被弄坏了，总是讲你的收藏物，迟早会有人抢劫你，干掉你的。”先生，你劝人的话语总是不那么动听。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智慧之眼则哈哈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说的？故意等待贪婪的人动手。”就像罗塞尔大帝曾经描述过的钓鱼指法一样。笑声停止后，他拍了下沙发扶手，叹息道：“作为一个爱好收藏的人，无法向别人炫耀藏品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随即望向克莱恩：“很抱歉，我不会卖2到81分，它是我最好的收藏品，当初花费6800镑买到的。这个等级的封印物4000到2万镑不等，是具体的作用和隐患而定。不过，绝大部分时候有钱也买不到。那你说这么多做什么？”克莱恩控制住了嘴角的抽动。智慧之眼老先生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反应，呵呵一笑道：“我真正想推荐的是2件物品，一件是胸针，能让你获得驱邪、净化以及使用部分太阳领域法术的能力。缺陷是，只要你佩戴着它，你就永远感受不到凉爽的滋味，永远都处于南方的炎热夏季。一件是可以变化形状的帽子，戴上它，你就可以自由的在水下活动，至少半个小时，并运用一些水和风领域的类法术。缺陷是，你会渴望水，一旦行走于大地之上，会越来越虚弱。类似物品的价格在1500镑到3500镑之间。同样的，有的时候，即使你让价格翻倍，也不一定能买到，因为它们很少出现。我用了30多年，才搜集到几件。克莱恩轻轻点头：“我考虑一下，以后的聚会里再决定。”说到这里，他故意笑道：“而且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钱。”第45章杀人案。水泥砌成的道路因长久的阴雨而肮脏，两侧成年男子高的煤气路灯由于玻璃罩的湿润，散发着明亮但氤氲的光芒。一辆出租马车行驶于夜色中，周围的行人或戴帽或撑伞。克莱恩侧靠箱壁，闲着没事的欣赏着晚上的贝克兰德街道。就在这时，他突地感觉车厢内部的温度下降了不少，阴冷的风打着旋徘徊。克莱恩猛然扭头，看见身穿黑色哥特式宫廷长裙的保镖小姐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对面。她嗓音虚幻而飘忽地说道：“那个智慧之眼有察觉我的存在。”果然，克莱恩并不意外地点了下头。他有好几件神奇物品，或许是靠这些东西才察觉的。我甚至怀疑他的背后有个组织，否则光靠智慧之眼本身的力量，即使花费了30多年的时光，也不太可能搜集到好几件相对强力的神奇物品。之前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作为7大海盗将军之一，也仅有1件蠕动的饥饿。当然，后者更有可能是眼光高，看不上一般的神奇物品，毕竟靠蠕动的饥饿就可以做到全面且没什么弱点。智慧之眼本身很有钱也是合理的解释，组织那么多场聚会，发现合适的神奇物品就不计代价的拿下。30多年过去，有好几件收藏品也不算太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是家里有矿或者开银行的节奏啊！克莱恩在心里吐槽了一句。他没具体提自己其实猜测智慧之眼是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或者知识与智慧之神交汇的人，怕在保镖小姐面前暴露不是刚成为非凡者的事实。淡金头发的保镖小姐轻轻颔首，似乎在赞同克莱恩的怀疑。
忽然，他眉头微皱，望向了对面的车窗道：“很浓的血腥味，很浓的血腥味。”克莱恩疑惑回头看向窗外，稀疏的薄雨中，那里有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靠近巷口的位置，倒着一个身穿艳丽长裙的女子。这时，有行人路过，仔细瞄了一眼，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尖叫声里，马匹受到少许惊吓，车夫连忙勒紧了缰绳，马车行驶的速度随之放缓。借着煤气路灯的光芒，克莱恩看见那个倒在巷口地面的女子脸色清白，腹部有一道深深的口子，里面的内脏似乎被人掏空了。她四周地面的血液正缓缓流淌，赤红而浓郁。作为一名合格的前职业者，他迅速就联想到了很多作案手法类似的势力，这些势力往往都与恶魔崇拜有关。而提到恶魔崇拜，很难绕过一个古老的组织，最早出现于第4纪的拜血教。根据资料记载，这是一个因崇拜恶魔而形成的松散联盟，内部有好几个所谓的恶魔家族，比如诺斯、安德雷拉德和贝利亚家族，彼此互不同属。他们执着的广泛的传播着恶魔信仰，制造了很多起血案。廷根市职业者小队的会计师奥里安娜太太正是其中一位受害者，但幸运的得到了拯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相似的案子都是他们做的，不少人觉得那些事情很酷，开始模仿犯罪。很像拜血教做的保镖小姐低语了一句，身影飞快透明并消失，没去管克莱恩听没听懂，理不理解。这个时候，马车已经越过了案发现场，克莱恩也发现有巡逻的警察赶来，于是遏制住了下车观察的想法，当自己是一位路过的普通市民。市民莫里亚蒂先生，拜血教掌握着罪犯途径，又称恶魔途径，据说在序列7之后，相应的非凡者会逐渐恶魔化，但只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序列9，罪犯有着强壮的身体、敏锐的直觉和各种犯罪能力，但良知还未泯灭。序列8，古称冷血者，现代名称是蛇翼天使，意思是从此失去良知，与恶欲同流，身体更加非人，并能得到些恶魔的类法术能力。序列7，连环杀手，掌握了崇拜恶魔的诸多知识和仪式，喜欢用特殊的连环杀人案取悦恶魔。再往后的序列，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关于拜血教、关于恶魔途径的知识在克莱恩脑海一一闪过，外面的细雨似乎大了一点，车窗上的雨水汇聚着往下滑落，整个世界都因此变得安静，变得不够清晰。我想这么多做什么？这种事情肯定会有非凡者小队接手，也许是代法者，也许是职业者，不需要我担心。克莱恩摇头失笑，在心里咕哝了一句。回到明斯克街15号时，他已经把刚才那起案子抛到了脑后，先是到隔壁敲了萨穆尔家的大门，请斯塔林太太转告玛丽，让他明天下午来拿证据。接着洗漱看报，了解当前的局势或贝克兰德的各种新闻。第二天，也就是周六上午，克莱恩慢悠悠用过早餐，出门取了刚洗出来的照片，挑选了一张最能看清楚多拉古盖尔和艾丽卡泰勒脸庞，最能体现他们似火热情的。放好照片，他抢在玛丽太太上门前，又去了趟莱斯警察分局，顺利要回了那10磅的保释金。这个过程中，他还在那里看见了真正的法刑警长，颇有点不自在。取出账户里剩下的500磅现金后，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克莱恩终于没什么事情了。准备午餐前，他一口气将剩下的600磅费用给了保镖小姐，自己身上总计还剩146磅巴苏勒5便士，这是他可以动用的全部财产，除了正义小姐那里没什么债务了。克莱恩放松的给自己煎了块带骨的牛排，并浇上了黑胡椒汁。正当他心情不错的品尝7分熟的口感时，门铃突然被人拉响，叮叮当当之声连绵回荡。玛丽太太，太早了吧？克莱恩疑惑的放下刀叉，走向门边。他停顿了2秒，脑海内自然浮现出门外访客的形象，那是一位穿浅灰色大衣、戴半高丝绸礼帽、提黑色镶金手杖的老派绅士。他有着对锐利的蓝眼，鬓角染上了点点斑白，法令纹则深深铭刻于脸庞，让肌肉都显得下垂。请问您找哪位？克莱恩开门问道。那位老派绅士用浓重的尖海东岸口音道：你是夏洛特·莫里亚蒂侦探，您有事情想要委托。克莱恩点了下头，让开道路，领着老绅士来到客厅。他犹豫了2秒，还是出声问道：您要咖啡还是红茶？一杯热水，
谢谢。那位老派绅士已摘掉帽子，坐了下来。很好，这很简单。或许我得考虑请个助手，专门添茶倒水，打扫房间。克莱恩思绪发散的想着，转头去厨房冲洗了个杯子。他将热水放到老绅士的面前后，走至单人沙发，双手交握着坐下道：“我该怎么称呼您？”米勒卡特老绅士语言简洁的回答道：“卡特先生，您有什么事情想要委托？”克莱恩没做寒暄，直接问道。说话的同时，他悄然开启灵视，观察起对面这位老绅士的身体还算健康，左腿关节的气场颜色有点问题，大概是关节炎。情绪以冷静思考的蓝色为主，带着点焦虑。克莱恩只是扫了那么一眼，便已大致得出了结论。米勒卡特端起洁白的瓷杯，摩挲着外层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威廉姆斯街买了栋房屋。我来自间海郡，因为生意的缘故，以后将定居于贝克兰德威廉姆斯街。在哪里？到贝克兰德还不到1个月，出门要么查地图，要么靠直觉的克莱恩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沉稳可靠。”米勒卡特看了他一眼，在他目光的示意下，继续说道：“那栋房屋据说原本是一位破产子爵的，这大概是20-30年前的事情。经过几次转手，最终被我买了下来。我打算做一点符合现代风格的改造，结果发现地下室有一扇隐蔽的暗门，通向一片很大的地下建筑。我考虑到里面可能不安全，暂时停止了施工，不让工人和仆人们贸然探索。我希望你能帮忙确认那片地下建筑内部的状况。地下建筑、古代遗迹、秘密宝藏。”克莱恩想了想道：“您为什么不报警呢？警方可以调动的资源比我一个私家侦探多几十几百倍，探索的效果肯定会更好，也更有保证。”米勒卡特揉了揉两眼之间的位置。我不希望太多人知晓这件事情，尤其是政府部门。如果确认那片地下建筑内部没什么危险，我打算将它作为整栋房屋的一部分，重新规划用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较高的风险，我愿意为此支付50磅，但你找的助手不能超过3个人。事后根据具体的遭遇，我还可以做出一定的补偿。50磅，价格开得很高吗？如果我是普通侦探，这已经相当于我2-3个月的收入了。他初到贝克兰德，不认识别的侦探，只能看报纸雇人，所以找上了我。克莱恩斟酌几秒道：“我考虑一下。”他突然露出抱歉的笑容，指了指后方道：“我去下盥洗室。”米勒卡特微不可见地点头，喝了口热水，进入盥洗室，关上木门。克莱恩望着洗漱镜，掏出了一枚1/2便士的铜币。因为有保镖小姐在，他没法去灰物之上确认，只好纯靠自身的占卜水平。我应该接着单委托。克莱恩默念7遍，弹出了铜币，眼眸转身的看着他翻滚下落。啪！铜币掉在了他的掌心，国王头像朝上，表示肯定。克莱恩微微颔首，对着空气低语了一句：“你的直觉呢？”镜子内迅速浮现出保镖小姐的身影，她依旧没什么表情的回答道：“有一定危险，但不大很好。”克莱恩收起硬币，洗了个手，转身走出盥洗室，进入客厅。他看向米勒卡特，笑笑道：“我接这个委托。”